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寡妇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，开局啊就小卡了一下。寡妇伊芙琳，这个也是吃到了版本的这个红利 ，AP 法 AP 伤害啊。你别看他前期一般般，但到了中后，我跟你说 ，AD 刺客是没有 AP 刺客那么变态的爆发的。到后面，我们看吧，先看前面的3套就没有太多的变化，然后就前面的话就有个3级鞋子，所以有点不同。那3级鞋子的固定穿甲和百分比穿甲前期完全是够用的，然后4件套是吧？做个这个叫什么对生，让自己啊又就能把自己的这个输出啊就这种辐射给队友，就提供一次群体的治疗。这边对方来反野，过来 Q 城，抢到了。这里靠过来，对面一个3级的，4级打2级，还有3级，完全不需要。等级上就领先对方了，而且 Q 技能2级 Q， 前期来说就很舒服的。只要能黏住对方，是吧？有红 buff 黏住对方。5级以后啊，就可以开始去抓人了，因为5级前是没有潜行的啊，不像之前，我天，以前的寡妇1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反野了，就反蹲了。啊，这拉克斯，说实话，拉克斯真的就是那个什么英雄联盟的拳头公资的亲儿子啊，亲女儿。你看。我就问你，全联盟里面皮肤最多的是什么英雄？那就是这个什么拉克斯了，女角色啊。你其实还要分一下男女角色。亲儿子是谁呢？我想想啊，亲儿子应该是伊泽瑞尔，只不过设计师的亲儿子是谁呢？设计师的亲儿子是盖伦，因为设计师说他最喜欢的英雄就是盖伦。这里的话，过来抓一波这小法，像这种小法的这样的走位啊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然后大招来拉出这个阵，甚至来直接找对面打架吗？这小火龙姗来迟，对方打完一套输出也没有了。这里 Q 的话完了，对面那个谁啊？塞纳的大招啊，即使给他套了个盾，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的，应该稍微再慢一会儿，惩戒起手接 E， 终究还是太着急了，但没关系啊，优势已经打出来了。而且拉克斯虽然说他是个辅助，但这个辅助吃经济，如果吃得好的话，完全是一个副 C 啊。
潜行。哦，这里刚刚好，本来是自家辅助在那里位置，就是这个辅助完全没必要跟着过来，应该就是你如果你的队友是个潜行的，你千万不要贴在他身边，不然对面交技能就一定是交在你身上，然后不好意思不小心的话，如果是 AOE 技能的话，就会给到那个寡妇身上，知道吧？就潜行的英雄身上，这就很爆炸了。像打肉的话，能给先给控制就给控制啊，给 W。如果像打这种脆皮，那无所谓，能潜行过去，E技能打一套就可以了。对方一直追着过来，有大招的不虚。这边小法玩得很凶啊，抢到了，大招跑。但这个大招丝血没秒掉，有点可惜。再来找一波这个盖伦 Q 技能E，这个盖伦是人机吗？他这个 Q 其实如果给到寡妇还不一定能第一时间能杀哦，在这边也跑不掉。小法给了提前亮的，他这个那个 E 技能。有点抵不住。这盖伦还是那句话，就是盖伦唯一的缺点就是手短。当他那个什么黏住你的时候，就只要他近身以后，他这个缺点没有以后，他就是个全能的战士，是吧 ？W 有盾，有韧性，可以减控制。然后，而且还有免伤 W 技能，这3个就已经有了。E 技能有持续伤害 ，Q 技能有沉默控制，而且有一个小爆发伤害，还有 Q 技能的话又有移速加成。大招是吧？又是真伤斩杀，就是你对，所以盖伦我跟你说，就是，而且对，还有 E 技能的话是有破甲伤害啊，只要。最近的敌人最近的一个单位的话，还有就是有20%的那个伤害提升，啊，伤害增加。我就问你，强不强？哎，啊，终于把第一条龙给拿到了。哎，上来扑一刀，大招躲后面。寡妇前期还是就是伊芙琳前期的话，伤害是不太够的，不太够看，就还是得等，就是3件套，然后再上法穿鞋，以后他这个伤害才能体现得出来，优势体现出来。2件套，秒脆皮其实还行，够用。诶，这里出装是不是变了？
它这里的出装，我看看法爆球的出装是不是改了？这我倒没太注意。哦，法爆球改了这个，不再是以太金破了，是改成了这个海克斯发电机啊。加那个无用大棒，我说怎么越看越不对劲，他那个出装思路怎么是不是改变了？可以看到他这3件套的话，他就问题不大了，伤害就很明显的提上来了。而且法爆球现在变贵了，法强也变多了，然后固定穿透有15%的固定穿透。我们看一下他这边3件套以后伤害怎么样？他为什么不做3级鞋呢？还是用的2级鞋子？3件套以后啊，这刷野速度就很明显的提上来了。其实打龙就可以了，但队友的话，射手和辅助都过来了，中单也过来了。赛人的话，一个人拖住节奏啊，拖住对面的节奏，那很舒服。这里回去先做鞋子。哦，他最后一件的话，最后一个符文的话，他是选择带了专注啊。但如果说你是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带那个超燃。超燃的话，因为现在 CD 大家的 CD 都没那么快了，所以超燃的话能让你更快的把下一个技能的伤害给打出来。因为他超燃的话是技能命中对方以后，下一个技能就是好像是下一个技能是不对，是技能命中对方以后啊，那个 CD 会减多少来着？这事还真记不住，有时候。有获得减8%的那个9级以后啊，减8%的冷却。1级的时候，1级和5级叠加在一起的话是减10%的级数啊。所以前期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一个，特别是你像这种寡妇这种E技能起手的这种英雄啊，能减 CD 输就很舒服，能减技能 ，CD 输已经没了。像以前寡妇还会做一下那个 CD 输，因为大招的话 CD 更快，秒人秒的也是更快啊，说不定打完一波团战快要收尾的时候，还可以再放第2个大招。这靠过来贴边，不要着急。位置，这边打一套大招刮走，秒不掉。那这一波其实这条龙想推掉这水晶的话，有点勉强。回家，大龙 buff 已经没了，回家把装备补出来，等下一条大龙了。这样子的话。对面想过来抢，完了，龙还被抢了，包被抢，队友都不在，主要是，而且也没有回去补装备啊。一个 EQ， 再一个2段 Q， 两个 Q 啊，他应该算1个 Q 啊，一次释放1次 Q 的话会发出2道攻击嘛，算1次 Q。
像这个装备啊，我第4个装备应该叫它什么外号啊？对生还是退生？对生应该是对生，对，不叫退生，不对，我还是去再搜一下。应该啊，利用这波再找个切入点。这里可以看到4件套以后，他这个伤害很爆炸了。那对面3个人，然后把兵线往里带，小法不会一个大招把哦，这里把对面给反秒了。啊，对方是直接选择了投降啊。这法 AP 到后面做了法穿以后，百分比穿透以后，确实伤害是很变态。那行，那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记得往下去看。